风向改变，各国争相合作中国，美国对抗策略不得人心，彻底沦为笑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自从中国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以来呢，美国就开始疯狂的打压中国，自己出手还不够啊，还联合盟友一起孤立中国。美国错误地认为，只要能阻挠中国的发展，破坏中国影响力的提升，就能巩固其自身的霸主地位。但现实却让美国的对抗策略沦为了一个巨大的笑话。眼下就有3个迹象表明，只有合作中国才是重中之重。首先是伊朗转向看好与中国的合作。伊朗总统莱西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，这是莱西上任后首次对华访问行程，不仅展现了伊朗政府向东看的坚决决心，同时呢，也进一步深化了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而在某种程度上，伊朗与中俄目前的处境呢，其实是有些相似的，因为与西方阵营之间的巨大分歧，美国一直在对伊朗进行施压，而推行单边的制裁政策，这也让伊朗呢更加依赖于中国的合作。当然我们也希望中伊之间能够互利共赢，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之上，发挥1+1大于2的作用，突破别国的非法单边制裁措施。而对伊朗来说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者，更是起到了积极的经济引擎的作用。毕竟中方能够更大程度地向伊朗输出先进成功经验，并提供支持，这也是很关键的。其次是身为美国盟友的韩国想扩大对华合作。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期公开表示，要在不阻碍中韩两国民众交流的前提下，考虑新的对华入境检测和防疫对策。这与韩国此前在这件事情的态度相比呢，明显是放低了姿态的。韩国态度转变，自然也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，有利于韩国经济和出口形势好转才出现。毕竟韩国进出口对中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。随着2023年中国经济复苏加快，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也有望得到明显提升，韩方不愿意错过这个发展机遇。最后是根据环球网的报道，欧洲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了改变，有许多欧洲政治人士和经济界人士认识到，与中国的合作远远多于分歧，而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德国的巴斯夫博士、贝尔制药等多家的大型企业也希望能够早日回到中国市场。一直以来，在欧洲各国政坛内呢，有不少反华政客在炒作对华脱钩的策略，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。但实际上，德国商业和企业界早就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。他们认为，保证对华合作正常化，不断开辟中国市场，始终是自身发展的关键一环。所以他们希望的是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能够掌握好平衡，不要让德国经济与中国脱钩，这样的结果是损人不利己的。综上所述，不难看出，美国对抗策略终究是不得人心。如今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已经越发的明显，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。世界上任何国家呢，只要合作中国就能赢得利好。相反，美国总是进行霸权的掠夺和制造混乱，给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。而美国奉行极端的精致利己主义，坚持美国优先，这让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。盲目跟随美国的国家都很惨，而合作中国却能获得大量利好，世界各国自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